1976年，陕西凤翔县南指挥村一位村民去村里荒地挖土，谁知一锄头下去，竟然挖出了秦始皇的先祖。这墓葬是个超级大墓，考古队单是挖它就挖了将近10年，创造了当时发掘时间最长的记录。当专家们挖开墓室的瞬间就被惊呆了，墓中竟然有将近200个死状极惨的活人殉葬。此外，墓葬不仅出土了数量超多的顶级宝物，让人们第一次有幸见识到秦国发号军令的秘务，而且这位秦始皇的先祖十分逆天，竟然僭越使用当时周天子才能用的黄肠题凑。如此之牛的大墓，到底属于秦始皇的哪位先祖呢？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走进陕西凤翔，一起去看看这座有多雄伟就有多残忍的先秦大墓。时间回到1976年4月，话说位于陕西省凤翔县的南指挥村，当地有一块怪地，这块地上种出的庄稼比起别处来总是长得不好，而且即使天下大雨，地里也不积水。不过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见怪不怪，习惯了。这天，一位村民家中的院墙被大风刮倒，村民就想，不如去那块地里取点土，修补一下围墙。反正那里的庄稼长不好，应该是土壤肥力不够，用那儿的土来补墙，不会心疼。于是村民拿着铁锹和竹筐来到地里，第一铲挖下去，村民发觉土很硬，几铲子下去之后，土依然很硬，完全不像平时在田里挖地的感觉。仔细观察，村民发现被挖开的黄土中带出了一些特殊的土块，这些土块的颜色有红有黄，还夹杂着一些碎石，与周围的黄土明显不同。村民见状，马上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村里曾来过考古队，在四周寻找着什么，说是要找什么墓，说不定这地下有点名堂，会不会和他们要找的东西有关？于是村民找到考古队，把地里挖出奇怪土块的消息告诉了他们。专家和工作人员很快跟随村民前来查看。这一看不要紧，你猜怎么着？竟然引出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超级重大的考古发现。考古专家等人来到地里，看了一眼地里的土块，用手捏了捏，就知道这是五花夯土。五花夯土是个啥呢？简单说，就是古人在修建建墓穴时，由于挖得很深，会挖出不同地层颜色不同的土壤。棺木入葬后，人们会再把原来挖出的土进行回填，这时候不同地层不同颜色的土不就被打乱了吗？变成了混杂的颜色。对考古界来说，五花夯土的出现意味着十有八九地底下应该有古墓。陕西考古研究所派考古队入驻村中，对这块地进行详细勘测。这一测不要紧，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和意外。原来五花夯土的分布面积很大，有多大呢？总面积竟然达到5334平方米，比2个篮球场的面积还要大。就在考古队朝地层深处探测时，却遇到了一个疑惑的问题。只见工作人员用洛阳铲挖啊探啊，无论怎么探测，总是和表层土壤一样的结果，好像在探测一个无底洞，怎么都探测不到底部。考古队折腾了很久，终于在深入地下24米的地方有了收获。探头带出了混合着青膏泥、木炭、果木等东西的泥土。青膏泥、木炭是古代墓葬的重要防腐材料，商周到秦汉时期十分流行。古代有一定级别的墓葬才可能使用。现在确定无疑的是，地下应该是一个古墓了。出人意料的面积，加上超出人们想象的深度，所有这些勘测信息加在一起，像冲击波一样冲击着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一切都说明南指挥村的怪地下有一个十分罕见的规模极大的古代大墓。随后一场正式的发掘工作随即展开。由于墓葬的面积十分庞大，为了保护文物，限于几十年前的考古条件，几乎所有发掘动作都采用人工操作。整个发掘的进展耗时耗力，进展的也十分缓慢，甚至连工作人员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墓葬一开挖竟然会挖了10年。回到墓室发掘现场，单是墓室就清理出了8万立方米的夯土，
由于无法使用工具来取土，考古队请来当地160位当地村民，完全使用人工搬运的方式将夯土清理出去。经过长达数月的清理，墓室的轮廓和形象终于能够比较清晰地出现在考古工作人员面前。整座墓室呈中字形，不仅墓室面积巨大，墓道也很长。东墓道有156米，西墓道有80多米。这么大规格的墓葬，妥妥的是高规格墓葬，给人的感觉十分壮丽。整个墓葬看起来像是倒金字塔的形状，共分3层。第1层到第2层之间有10米，第3层的深度竟然有8层楼房那么高。当时在河南安阳曾出土了殷墟王陵，墓葬面积450平方米，而这个大墓的面积是它的10倍。南指挥村发现大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光是一个墓室面积就有5334平方米。所有人不禁好奇，这到底是谁的墓葬呢？其实对于考古专家而言，要对墓葬主人的身份做出一些初步的判断并不太难，因为凤翔县这个墓葬发掘的地理位置就透露了很多信息和线索。凤翔县位于陕西省西部，南临秦岭。2700多年前，这里被称为雍城，是秦国历史上的都城。秦人祖先是为周朝天子在西陲边疆养马的，最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霸主，最终击败6国，统一中原。公元前677年，秦德公迁都到雍城，把雍城作为秦国的政治中心，秦国在此进行了长达近300年的统治。期间共有19位秦国国君在此执政，也就是说，在500多年的秦国历史中，有近300年的时间，都城都设于雍城的。而秦始皇当年的观礼也是在雍城举行的。事实上，在发现南指挥村大墓的前2年，也就是1974年3月，陕西考古队在临潼县发现了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一重大发现极大激发了当年陕西考古界的考古热潮。规模壮丽的秦始皇陵的发现，让考古界开始追问秦始皇的先祖可能埋葬在哪里呢？眼前的大墓有没有可能就是史料曾经记载过的秦宁公的墓葬呢？或者是秦穆公的墓葬？不过仅从墓葬的体量来看，它是个国君级别的大墓，而且是中国迄今为止发掘的最大的古墓。不过随后的发掘又出现让考古工作人员没有料想到的状况。墓葬的盗洞很多，一个接着一个。这是其中的一个盗洞，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件碎瓷片，经过年代鉴定显示属于宋朝时期的。秦人的墓葬中怎么会出现宋代的瓷器碎片？考古专家分析，碎瓷片很可能是盗墓贼使用的油灯，也就是说宋朝时期就有人来这里盗过墓。令人心惊的是，越接近墓的中心部位，盗洞出现的越多，这可能说明那些盗墓的人对于墓葬里面的布局结构非常清楚。考古工作人员统计了一下盗洞，竟然多达247个。247个盗洞，这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堪称创造考古史上之最。如果照这个数据老看，墓室里还有可能会有宝贝留下来吗？你别说，还真有。因为大家清楚，大墓深埋地下24米，盗洞虽然多，不代表一定能挖到墓室的核心。而且墓葬规模如此之大，也让人觉得它不太可能会被彻底被盗光。随着挖掘的深入，这座埋葬了2500年的大墓里的秘密开始浮出水面。考古工作人员在大墓第2层台基处发掘出一个头骨，头骨的嘴大张着，像是死前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随后工作人员又在距离头骨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截折断的人体残骸，仔细查看，应该是胳膊的断肢。人类骸骨的出现引起高度重视，考古工作人员连夜开展工作。随后共清理出人骨遗骸多达20具，这20具神秘骸骨分布位置相对杂乱无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从他们的残骸情况可以推断出，当年死时的情况肯定是十分惨烈，而且他们是被直接埋入土中的，
没有棺椁。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会出现在墓里？考古专家分析，应该是当时的殉葬者。我们都知道，殉葬是古代的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用活人陪葬。此前，在河南殷墟商代王陵里就曾发现过大量的活人殉葬。让人感到窒息的骸骨还没清理完毕，考古工作人员就在第3层台基上又有新的发现。眼前是密密麻麻的匣子，历经2000多年，虽然颜色已经变旧，但从现场凌乱的排列来看，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肃杀之气，给人的感觉像是简陋的棺材。打开一看，里面果然有人骨遗骸，只不过这些全躯遗骸看上去没有第2层那些神情狰狞。紧接着，在靠近棺椁的区域，又发现许多箱子形状的棺材，里面的人骨面容安详，脚用绳索捆着，呈弯曲状。难道这些人也是殉葬而死的吗？专家们提取了遗落的头发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这些人的体内含有大量砷，也就是砒霜，所以他们都是服毒殉葬的。清理后统计，使用匣子样的薄棺的尸骸共有94具，考古专家解释，用专业术语说，这叫匣殉。另外还有72具骸骨是一棺一椁，棺材看起来像箱子，被称为箱殉。而殉葬人诡异的蜷缩姿势，让考古专家想起了史书记载的屈肢葬。屈肢葬在中国古代丧葬形式中是一种独特而神秘的存在，将死者肢体曲折蜷缩后安葬，主要流行于新石器时代和春秋战国时期，在当年秦人之中比较流行。对于这种奇特姿势，学者们有2种解释，一种是回归母胎说，就是说蜷曲姿势是在模仿胎儿在母体中的姿态，象征灵魂转世或新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和身份等级有关，屈肢葬和直肢葬反映的社会等级的差异，屈肢者的身份应该相对较低。联系到墓葬的主人可能是一位秦国国君，考古专家显然更认同第2种解释，这些人作为殉葬者，肢体被绑起来殉葬，彰显的是主人的地位高贵，还有这些人的地位是从属关系。那么殉葬的人通常都是些什么人呢？同为殉葬者，为什么待遇不同呢？考古专家分析，外围也就是离棺椁中心更远的殉葬的20人很可能是奴隶和战俘，而那些被香殉的人离主人棺椁更近，生前可能是墓主人身边的近臣和姬妾等。至于被匣殉的，则可能是地位比香殉者更低一些奴隶、工匠等。殉葬者的出现让考古专家进一步判断，墓葬主人应该是秦国的一位重要君主。残忍的殉葬制度自殷商时期开始，一直秦以后都有存在，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牲。从殉葬者情况来看，最惨烈的那20具应该是作为填土人牲来处理的。秦朝建立之后，人殉制度才逐渐被陶俑所替代。后续经过清点，墓中的殉葬的遗骸总共有186具，这让人感到心惊肉跳的殉葬排场，正好可以说明墓主人的身份一定非比寻常。而这也是中国考古界自西周以来发现殉葬人数最多的墓葬，创造了一个残忍之最。史记·秦本纪曾有记载，秦穆公的殉葬人数177人，其中包括子车氏3良臣偃息、仲行、真虎，引发秦人哀悼，写下了《黄鸟诗》。那么墓葬主人有没有可能是秦穆公呢？要知道，这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秦国第9位国君，被《史记》列为春秋5霸之一。他在世时间约为公元前682年到公元前621年，名人好，谥好墓，如此大的墓葬应该和他的身份也是吻合的。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墓葬中依然没有发现能够证明墓葬主人身份的实物，一切都只能是猜测。而这段时间，另一支考古队的发掘进展给这种猜测带来了新的支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另外一支考古队在对古雍城大规模调查和发掘中有了重大突破，在南指挥村及其周边3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了有壕沟分隔的14座秦宫陵园。
在整个陵区周围还发现了10多公里的护陵壕沟。按照这个发现来看，现在的大墓是属于这个大的陵区范围的，而且是规模最大的一个。不过，它究竟属于先秦时期的哪个君王，依然无法确定。此时需要有更多的实物证明。而除了殉葬人的骸骨，考古工作人员后来还在东墓道南侧发现了车马坑，坑内埋有3列车马，应该是真车活马的随葬形式，这似乎也为墓主人是国君提供了有力证据。但是墓葬的主人会是谁呢？考古队一挖就是将近10年，时间来到1985年9月。此时，一个充满视觉震撼的巨大棺椁终于出现在人们眼前。棺椁是由一根根巨大的木头搭建起来的，只看用料就足以令人惊叹。这些方木处理得十分规整，每根的横截面大小都差不多，边长为21厘米，呈正方形。这么大的木头要打磨得光滑平整，可能还算相对容易，但要做到数量众多的木头都如此，那可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因为每根木头的重量有300公斤重，长度分为2种，一种5.6米长，另一种7.3米长。可以想象，从森林中砍伐，把这么多木头运过来，还要处理的长度统一、大小统一，在使用人力的古代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任务。专家从制作工艺还发现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事情，这些木材的处理说明在2500年前的秦国已经能够很娴熟地使用铁器工具了。因为青铜等其他当时的金属工具不可能把木材处理得这么整齐漂亮。整个棺椁看起来像是用木方垒砌的长方形木屋，棺椁分主副2室，之间有门相通，主椁长14.4米，宽高各5.6米，是安放墓葬主人遗体之地方。4壁包括椁底都是用的双层木方，从布局看是仿照墓主生前居所前朝后秦的样式修建的，简直就是一座木质小宫殿。棺椁的辉煌气派令所有人感到震撼，为它雄伟的气象所折服。而这时，专家心中在等待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些木头属于什么树种？是不是柏木？很快，结果出来了，木头是柏木。根据准确的检测结果，专家基本上能够肯定，眼前的棺椁就是传说中的黄肠题凑。黄肠题凑是中国古代帝王及高级贵族专用的特殊葬制。给咱们不知道的观众解释一下，所谓黄肠是指去皮后的黄心柏木，因为质地坚硬、耐腐蚀且带有清香，被视为构筑墓葬的上乘材料。题凑就是指柏木方以端头向内、层层垒砌的方式围成幕墙结构，形成封闭的棺室空间。眼前的大墓完全符合史料对黄肠题凑的记载。虽然当时的考古工作人员没有亲力挖掘过有黄肠题凑的墓葬，但从现场来看，眼前的棺椁就是黄肠题凑无疑。令人惊叹的是，这套黄肠题凑的细节，为了防止地下水沿着树干结节的地方渗入，造成腐烂，椁木原有的结节全都被挖出，然后用铅、锡和白铁合金浇筑封护。金属浇筑过程中既没有烧坏木质，又浇筑得很平整，说明当时人们把握合金配比和浇筑火候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在椁室周围和上方则是填有木炭，外围再填青膏泥，这些保护层能防止水分和氧气进入，因此椁木的木头历经2500年依然保存完好，堪称奇迹。不过，让考古专家感到疑惑的新问题却出现了。按说黄肠题凑在秦国时期应该是天子才能使用的，当时的秦只算是一个诸侯国，即便墓主是国君，按照丧葬制度也是不应该使用黄肠题凑的。难道当时的秦国国君真的高调到要用僭越礼制的葬具来下葬了吗？猖狂的盗墓贼早就将棺椁里的很多东西盗走，考古队员们在主棺中仅只发现了墓主人的遗骨，而主椁室中部的地下有一个60厘米见方的腰坑，里面有小动物骨骼，这是周秦时期
墓葬常见的一种葬俗，不过依然无法证明主人的身份。考古工作人员在清理过程中对眼前的黄长题凑进行了更详细的统计，发现这套棺椁光是消耗掉的木材就达202立方，足足有680多根，而且都是1000年以上的古柏。工作人员继续锲而不舍地发掘，尽管墓葬被盗多次，考古队员们依旧收获颇丰。从墓葬中清理发现了3500多件随葬品，包括金、陶、铁、玉等不同类型，其中金器就有100多件。我们挑几件重要的来讲。这件叫错金杜虎符，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而是秦国用作调兵的信物。简单的来说，就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令牌。青铜打造的卧虎形象，虎符表面用错金工艺篆刻着40字铭文，调动50人以上需合符的军事制度，而这就是秦国集权管理的象征。这是素面压手金带钩和金节约，金节约就是车马器上的装饰配件，造型工艺古朴，形制统一，是比较典型的秦式审美。这件是先秦漆珠，用彩绘工艺制成，形态憨萌，展示出了先秦漆器的高超工艺水平，在当时社会中寓意着富足和幸福。这件是龙首盘龙金带钩，被誉为是春秋秦国黄金工艺的代表作，完美展现出当时的贵族服饰文化与金属铸造技术。虽然出土文物众多，而且大多都称得上是精品，这为人们重新认识秦国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但这些文物依然无法为核实墓葬主人的具体身份提供有效的线索。不过，这座史上规模最大的墓葬被誉为秦公1号墓。而就在考古队员清理墓室时，发现一块石片，上面好像有文字，接下来又发现一片，依然有文字。经过整理发掘，专家发现这些石片是石磬，总共有26片。尤为珍贵的是，上面有铭文，看起来很像石鼓文。石磬是一种古代的乐器，当时大型的音乐活动常常会用到这种乐器。庆典或者是祭祀活动的时候，石磬会作为重要的乐器出场。这种时候，古代的主办方可能会为活动专门做一套乐器，也会在乐器上面刻下一些与这次活动相关的铭文。秦公1号大墓中的石磬片上恰好留有铭文，这个发现令考古专家激动不已。石磬上的铭文被小心拓印下来，由文字专家去破解。专家研究解读发现，铭文果然是记载了一次宫廷宴乐活动，而通常来说，大墓的主人就是活动的召集者，那他的名字会在这些铭文中出现吗？答案是肯定的。专家说，石磬作为一种打击乐器，原本只有周天子才能在宫中悬挂，后来随着礼崩乐坏，诸侯们也开始使用。当考古人员把发掘到的碎片尝试着拼接起来之后，上面的文字变得十分清晰，记载了一件隆重的事件。石磬上的铭文说，秦景公即位的时候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周天子也来参加了，这就是天子筵席的盛大场景。这些文字表明墓葬的主人是秦景公，而事件记录显示出他当时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也暗示着当时秦国政治地位的提升。所以这套石磬会被墓葬主人作为陪葬品带入墓中。180余个皱纹字符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密码，其中共环氏4字成为破解墓主身份的关键钥匙。共环是指2位秦国君主共工和桓公，他们是秦景公的祖父与父亲。4意思为继承人，特指秦景公作为共工、桓公的合法继任者。秦景公姓嬴，赵氏，明史先秦男人称氏不称姓，故史书上都是称赵氏或秦氏。在位长达39年，他是秦穆公的4世孙，秦始皇的15世祖。也就是说，墓主人并非秦穆公、秦宁公，而是秦景公。作为秦国的第13位国君，秦景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在位期间不断地将秦国势力推向中原，使得秦国日渐强盛。作为秦穆公的4世孙，他同样也有东进的野心，
通过公元前564年的荔枝义等军事行动，将秦国势力推至华山一线。同时，他还推行出租和土地制度改革，为以后秦始皇时期的商鞅变法埋下了伏笔。秦景公执政期间，秦国的青铜冶铸技术达到巅峰，墓葬出土的错金铜器和铁器，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成批铁器，也当时秦国国力的见证。或许正因为国力强盛，当时的秦已然不太把周天子放在眼里了，才会在墓葬中使用僭越的葬礼规格黄杨题凑，足可见当时东周王室的影响力江河日下。而秦国的君主们显然不止一代有要称霸天下的雄心壮志。秦景公在位39年，秦国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不是那247个盗洞，秦公1号大墓留给后人的历史财产可能将无法估量。而在秦景公时代确立的集权模式，如墓葬修建展示出的大型工程动员能力尚无传统，通过传承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秦始皇的作为。186具殉葬者则显示出当时的葬仪制度的残酷特性。而作为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站在24米深的墓坑边缘，不仅能看见秦景公个人的野心，更能窥见秦国从西垂大腹到并吞八荒强势发展的历史浮现。如今，在秦景公大墓的原址上，建立了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景区，景区占地约 6.54 万平方米，布局分为大墓遗址区、国事展览区、宗庙祭祀区等。秦公1号大墓也是中国第一个可以让游客进入国事参观的景点。它的出现犹如一部立体史书，墓葬里黄长题凑的百墓年轮、石磬皱纹的笔画走势、殉葬坑的骨骼排列，记载着一个秦从边缘诸侯逐渐走向强盛的密码。而这座墓葬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上5个之最，它是目前中国发掘最大的先秦墓葬，也是中国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墓内还发现了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以及中国历史上被发掘出来的实物中年代最早的黄长题凑。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秦公1号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此类视频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